这里是新疆的葫芦岛景区，也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看金秋的胡杨林。我这次是住在了景区的民宿里，刚到驻地就爬上了后山，在这里飞了第一次无人机。这几天胡杨林每一天的颜色都变得更加金黄。照目前的情况推测，这里的胡杨林还可以维持到11月10号左右。这个就是我们住在岛上的民宿。如果想尽情的游览葫芦岛，住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今天就详细说一说来葫芦岛的攻略。葫芦岛算是一个新开发的景区，现在去往葫芦岛的路还没有完全修好。葫芦岛景区是在新疆的尉犁县，但是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葫芦岛，大致是在33团那边，可以根据当地人给的定位来导航。自驾车可以直接开到这个码头，现在这里已经开始收取门票了。整个葫芦岛景区非常大，首先有一大片湖泊，湖泊四周都是大漠，然后有很多的水上胡杨林和大漠胡杨。游客可以沿着湖边的大漠行走，还可以坐船游览，而且坐船游览两岸的风光非常美。船票是80元，能够比较近距离的欣赏水上的风光。尤其是这边的大漠沙丘，那个线条非常的精美。这个船不是必须的，你也可以沿着路边的沙漠上去行走。我个人建议可以做一个单程，因为水中的倒影真的太美了。葫芦岛景区开发的比较晚，以前来这里交通食宿都非常不方便，现在这里车可以开到码头，而且在岛上还可以住宿，非常适合看日出日落的人。相信今后这里一定会成为新疆赏秋的打卡地了。对于自由行的游客来说，也可以拼车包车到达这里的景区门口，然后坐景区的交通车进来。景区的交通车也会停在码头。这个船大约开10几分钟，所以想看到两岸的好风光，一定要靠窗或者在船头船尾找个好位置。现在到达了游船码头的终点。来个拿出这个。上到岛中央。上岸后，这里就有新开发的民宿。这个是里面的标准间，提早订500多块钱，临时订可能会贵一些，而且很可能没有房。还是比较干净的，供暖热水都非常好。这是里面的研学房。为了满足更多的游客，这里还有研学房，就是床位房，一个床位200多，有2个卫生间可以洗澡。这是景区里的越野车，可以直达山顶。山上有很多大的沙丘，是欣赏美景的好地方。哎呀，上沙丘看一眼。休息了一会儿，准备到后面的山上看一看。这个梯子不错。我这次在葫芦岛住2晚，这是第1天。这第1天的行程比较适合一日游的游客。爬到住宿后面的小山坡，先在这里飞一个无人机，看看整个景区的大概情况，就像片头所展示的画面一样。整个的景区的面积非常大，除了乘船游览，在湖的四周都有很多的徒步沙丘可以走。先在附近的沙丘上走一走。这个就是沙漠越野车，从码头那儿一直爬到最高点，大概是150一个人往返。时间充裕，不想坐的也可以自己爬一爬。可以说越往上越往远处走，景色越漂亮。这上面还有骑骆驼的，骑骆驼拍照好像是40，小圈80，大圈好像100多。绕一圈80和160。这边沙漠上比较有特色的是有大漠胡杨，又忍不住飞了一下。
这是我第1天拍的胡杨树，到我第3天走的时候，这棵树已经变得金黄了。湖边的沙丘可以说是非常美。第1天，水上的胡杨还没有100%的金黄，但已经非常漂亮了。这里最佳的旅游时间估计也只有半个月。往里面有很多的胡杨林，已经非常美了。而且这沙漠里的一汪碧水特别的绿，沙丘中还有很多沙漠之眼。住宿的营地就在整个景区的中央部分，白色的房屋整洁又漂亮，而且上山看日出日落非常的便利。我这几天都是徒步上去的，走了好几个来回。葫芦岛其实不算是一个真的岛，这里有一个大漠中的一汪湖水，形似一个大葫芦。我估计这个葫芦岛就是因为这个葫芦形的湖而得名的吧。这个湖的长度得有几公里。昨天还有人说这里不是岛，为什么不叫葫芦海而叫葫芦岛呢？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有去问。有人知道为什么叫葫芦岛吗？可能是因为这个葫芦海里有很多的小岛吧。这时候是下午5点多钟，光线非常的好，继续往里走一走。前面有个很高的沙丘，继续爬。这一大片沙丘游客都比较多，所以有很多的脚印。从空中看一看这片沙丘，傍晚的沙漠有一些金黄的颜色。在沙丘的高处往下望一望，湖边的胡杨树非常的金黄，沙漠上留下了很多游客的足迹。感觉走几步就看到不错的风景，停下来拍照。继续往沙漠的上面走一走，很多沙漠中的胡杨，飞起来看一看。确实早晚的光线更加漂亮一些。爬上高处等待看日落的人，其实半山腰这边胡杨更多，景色更漂亮。很快太阳就落山了，这时候大概7点多。不过可能大漠比较干燥，很少有晚霞。日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月亮出来了，太阳还没下山，月亮起来了。
还那个月亮倒蛮有意思的，一边太阳一边月亮。太阳最终是落在了沙丘后面。今天的月亮也非常远。如果是一日游的游客，末班船是7点半，所以要看完日落抓紧回。而住在岛上就时间比较从容了，我成了最后一个下山的人。这里也有餐厅，中午都是手抓饭，晚上可以点餐。晚餐手抓饭，炒个西红柿，一小盘大盘鸡。今天晚上都住满了，这个房间啊住满了。做完视频准备休息，明天要去看日出。